本频道内容均为真实案件。如果在火车上你头上的陌生行李正在冒黑血，你会怎么办？并教女生带血腥行李横穿600公里，路遇检查却转头就跑，开箱后惊呆所有在场的警察。大家好，我是 Loki， 让我用15分钟带你体验真实像素谜案。现在就让我带你了解这个因为乱开后宫引发的病娇行李箱谋杀案。片尾有谜题，千万别错过哦。1931年10月18日，洛杉矶联合火车站，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煤烟味儿。一个左手缠着绷带的年轻瘦弱女生正焦急地站在行李箱提取处，她叫温妮·露丝·贾德，今年26岁。在她脚边是一个巨大的黑色行李箱和一个小皮箱，大箱子里传出一股刺鼻的气味，箱子的底部还在渗出暗红色的液体。行李箱搬运工阿瑟·安德森皱着眉头走了过来，他在搬运这个箱子时就觉得不对劲儿，那沉甸甸的手感不像是衣物行李，倒像是在搬运注了水的死肉。当他看到地板上的血迹时，他盯着温妮问道：“女士，这里边到底装的是什么？鹿肉吗？”温妮轻声说：“那里面装的是她丈夫猎杀的鹿肉。”但安德森觉得不放心，要求必须打开箱子检查。语音刚落，这个看起来柔弱的女生丢下2个可疑的箱子，转身消失在了洛杉矶茫茫的夜色中。当警方最终撬开那把锁时，就连洛杉矶警探也不禁倒吸一口凉气。箱子里没有鹿肉，而是2具被肢解的女性遗骸，其中1具遗骸甚至被切成了好几块，以便能塞进那个小皮箱。经过调查发现，这2具遗骸正是温妮在凤凰城最好的闺蜜艾格尼斯·勒罗伊和海德薇·萨缪尔森。就连警方都无法理解一个患有肺结核的病弱女生究竟是如何在短短2天内完成双杀、肢解、打包，并带他们跨越了600公里的。当警方深入调查这只流血的行李箱时，他们发现箱子背后隐藏的不仅仅是3个女人的纠葛，还有凤凰城那些富豪们最安分的秘密。我们让时间回到悲剧发生的1年前。当时的凤凰城是美国肺结核患者的疗养圣地，干燥的空气吸引了无数像温妮这样渴望活命的人。温妮·露丝·贾德，一个典型的好女孩，她是牧师的女儿，性格温顺，拥有一头漂亮的红发。她在凤凰城的一家诊所担任护士，就是在这里，她遇到了那个毁掉她平静生活的男人杰克·哈洛伦，大家都叫他快乐杰克。他是凤凰城的商业大亨，腰缠万贯，风流倜傥，当然也是有妇之夫。对于初来乍到的温妮来说，杰克不仅是他的老板，更是这个陌生城市里的救命稻草。温妮很快就沦陷了，成为了杰克众多情妇中最受宠爱的一个。越来越有钱的杰克觉得自己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情妇，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让他放松的后宫。于是温妮将自己的2位好朋友介绍给了杰克：32岁的 X 光技师艾格尼斯和24岁的海德薇。这3个女生很快形成了一种奇特而危险的关系，她们不仅是朋友，更是某种意义上的情敌和战友。她们搬到了一起，住在了北2街的一栋平房里，那里很快变成了杰克和他富商朋友的寻欢作乐的秘密据点，派对、酒精、纠缠不清的关系。这栋房子很快就成了欲望的温床。随着时间的推移，温妮开始察觉到杰克的目光越来越多地停留在年轻活泼的海德薇身上。更让他崩溃的是，那2个他视若姐妹的女生似乎正在合谋将他排挤出局。他们嘲笑温妮的衣着，讽刺她的病态，甚至在杰克面前暗示温妮是个乏味的女人。嫉妒像是一种慢性毒药，在温妮那被痛苦折磨的身体里发酵。1931年10月16日周五的晚上，恐怖的事情终于爆发了。那天晚上，她为了拿回以前的信件，去了那栋房子，还想着修补一下闺蜜之间的感情。但等待她的不是和解，而是3个女生在狭窄的厨房里爆发的激烈争吵，言语迅速升级成了肢体冲突。温妮声称是海德薇先动了手，并抓起了一把杰克送给他们防身的.25口径手枪，枪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等艾格尼斯反应过来，海德薇已经胸部中弹，当场身亡，而温妮左手受了枪伤，右手拿着夺过来的枪，恶狠狠地看着他。惊恐的艾格尼斯试图逃跑，但子弹无情地追上了他。此时此刻，屋里只剩下温妮和2具逐渐变冷的遗骸。温妮并没有逃跑，相反，她在遗骸旁待了很久。第2天，她甚至正常去诊所上班。晚上下班，她再次回到那栋房子，开始了她的手工作业。她要把遗骸处理掉，这就是温妮后来告诉警察的案发时刻。
但警方还是无法相信一个生病且柔弱的女生是如何快速地处理完2个成年女性遗骸，并且全部打包好的。尤其是海德薇的遗骸，法医鉴定显示，海德薇被肢解的手法极其专业，切口平整，避开了坚硬的骨骼，直接切断了关节连接处。虽然温妮是护士，但这需要极大的体力和心理承受力，并且那个用来装海德薇躯干的箱子实在太小了，凶手为此只能把它的内脏掏空，将部分遗骸切成碎块。警方怀疑一定有一个帮凶在场，但温妮坚称这一切都是他一个人做的。他说他把遗骸拖进了浴缸，用一把外科手术刀完成了所有的工作。经常处理遗骸的粉丝肯定要问了 ，Loki 啊，他为什么要带着2个装满遗骸的箱子去大城市，还要去人那么多的地方搭火车呢？为什么不就地埋了呢？这真是个好问题，就连警方也想不通。案发城市周边全是荒无人烟的沙漠，简直就是天然的埋尸场。这也引出了当时口口相传的阴谋论，许多证据都指向了那个没有不在场证明的富豪杰克·哈洛伦。有邻居作证，案发当晚看到一辆豪华轿车停在门口，甚至有传言说这起谋杀根本不是争风吃醋，而是因为受害者威胁要公开杰克和其他权贵的丑闻。有些人甚至认为是杰克和这般有权有势的男人杀害了他们，并清理了现场，把尸体打包好后交给了对杰克言听计从的温妮，命令他把这些东西送到洛杉矶扔进海里。这种阴谋论确实解释了温妮为什么会选择坐火车运尸这种极度高风险的方式，因为这是命令而不是选择。在洛杉矶火车站逃脱后，温妮躲藏了几天，这些时间里他在百货公司的更衣室里过夜，靠偷吃三明治度日。而当他最终向警方自首时，他说的第一句话不是忏悔，而是不要让这件事情牵连到杰克。案件审判的结果对温妮非常的不利，他被判处死刑，并且在上诉后依然维持原判。根据后来的报道，陪审团下达有罪判决不是因为他们希望温妮上绞刑架，而是希望借此逼他供出共犯的名字。温妮后来又翻供，说杰克给他出了分尸专箱的主意，并宣称洛杉矶有朋友可以帮忙弃尸。因为温妮的指控，杰克也正是受检方起诉为处理尸体的帮凶。根据当时美国的法律，如果杰克帮凶的罪名成立，那就代表温妮的罪名就是1级谋杀。但温妮此时宣称自己是自卫，所以就不存在帮凶这个罪名。故事本该以温妮走上绞刑架作为终结，但命运似乎觉得这场戏还不够精彩。法庭的失利让许多人对温妮感到同情，很多人都相信他才是受害者，只是为爱顶罪而已。就连美国报业大王威廉·赫兹也为他找到了一个豪华律师团，经过建议，辩护的方向也调整为以精神疾病为主。监狱中的一位治安官因为同情他，通过一些法律漏洞让他免除死刑判决，被送往精神病院度过余生。但温妮并没有在疯人院里好好疗养，相反，他变成了一个让监狱管理员头疼的脱逃大师。他总共越狱了7次，据说其中一次与温妮相处很好的护士给了他大门钥匙，让他大摇大摆地离开了精神病院。之后他化名玛丽安，来到了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富裕家庭做住家保姆，对方甚至想把遗产留给他。这6年里，他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没有伤害任何人，一直到1969年，因为一次偶然的指纹比对，他的身份才再次暴露。到了1971年，在律师的协助下，温妮获得了假释，才总算得以合法地离开这个接近他30多年的精神病院。他搬去了加州度过余生，于1998年逝世，享年93岁。2002年，一封温妮亲笔撰写的自白信被捐赠到亚利桑那州州立博物馆。这封信是温妮在1993年写下并交给律师的。或许是因为对辩护不利，律师并没有公开这封信。温妮以长达19页的篇幅写下了他的犯案历程。他在信中描述艾格尼斯让他感到自卑，他认为自己比不上艾格尼斯，而艾格尼斯每次甜美的笑容都像是在嘲讽他一样。嫉妒最终燃烧成杀意。温妮表示自己本来的目标只有艾格尼斯一个人，并没有打算杀害海德薇。信中供述杰克并未牵扯在内，是他自己有预谋地犯下了这所有的罪行。之所以把遗骸运到洛杉矶，是希望那边的亲戚能够帮他一起解决这桩麻烦。这封信至今还让很多案件的研究者争论不休。有人认为这就是事实，也有人认为温妮那时还在信中替杰克开脱。真相如何，我们已经无法确认。对了，最后告诉大家，相比审判之后各种传奇经历并整整活了93年的温妮，事件的另外一名主角快乐杰克成功的从主角转成了路人。在无罪释放后，他在凤凰城的名誉扫地，失去了事业和地位，没几年便离开了人世。听完以后，你觉得温妮是 A. 为爱顶罪， B. 嫉妒杀人？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
上期谜题答案是凶手是被害人的外甥，为了尽快拿到钱解决债务，他必须让尸体第一时间被发现，这样他才能快速的继承遗产。这是上期留言答对的粉丝，你们超棒！参与回答但没有上榜的粉丝也很棒，大家再接再厉哟。接下来是谜题时间，你能解开这次的谜题吗？一位旅客来到小镇，发现镇上有2位理发师，一位理发师的店面干净整洁，他自己也刮着一张干净的脸，发型完美。另外一位理发师的店里堆满了剪下的头发，而他自己的发型却参差不齐。你觉得旅客应该选择哪位理发师？为什么？把你的答案写在评论区，答案会在下期公布。答对的观众可以登上下期的谜案侦探榜。如果你觉得视频还不错，可以留言、收藏、转发，这样影片就会被更多人看到。感觉麻烦就简单的帮我点个赞，祝你全年交好运。如果你还想看更多奇案，推荐观看这边的视频。我是 Loki， 我们下期再见。